说来好笑，当初来到此地，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场无法结束的噩梦。可如今回头去看，却连初中的校名都险些想不起来了。直到你问出那句 “How are you”，原来一切都是真的。原来我曾有血有肉的活过，有过父母，有过朋友，有过未来。我是一个卑劣的人，你在那一瞬间拯救了我，我却在下一秒就制定了欺骗你的方针，取得你的信任，成为你的同盟，让你手中掌握的剧本为我所用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用最稳妥的方式取得胜利，让太后和段王血债血偿。你放心，蛋总，我们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会帮你到底的。在你面前，我不仅将过往尽数粉饰，连言行举止都会刻意控制，努力扮演一个你所熟悉的现代人。你贵为天子又如何？能保护他不受欺负吗？这倒是。那你能保证3000弱水只取他一瓢？这也容易。作为张三，喜欢你似乎是天经地义；作为夏侯丹，却要近乎魔障。我说不清是何时爱上你的，我只知道，从那以后，我就更害怕露馅了。万一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当我不再是夏侯丹，重新在你面前成为张三时，我才一点一点地想起自己离他一起要多远了。你来得太迟了，万一，这里已经没有等待你的同类了，你只能摊上一个疯得食人无多的我。溺水之人都祈求能抓住一段浮木，可当他们离岸太远，注定无救，再死死扣住浮木，就只会将浮木也带入水中。你不该为儿女私情而冲昏头脑。他是我的父母，我希望至少可以不让你沾上血迹，在这黑风孽海，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让你睡个安稳觉。我希望晚一点面对你，惊惧防备的眼神。我最希望的是看你永远灼灼似火，皎皎如月。咱们就要打一把狗分家13，永远是最出美的，无所畏惧，大杀四方的小姑娘。拳打开后，脚踹端王。他真的是神，我也绝不会投降。站着，不到不孤。我已经没有故乡了，你就是我的故乡。如果你暂时胆怯动摇，需要一个同类给你力量，那我就扮演这个同类，一直做到死去的那一天。朕看清北叔，待他就如待朕，务必护他周全。可没有想到，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。明天我自当尽力，万一我成功了，你的担子也能轻些。如果我失败，你就照着最后一张纸上写的去做，应该也能逃出升天。再之后的路，就要你一个人走了。天涯路远，江湖险恶，多加小心。生而不为人，我很抱歉。虽然对你撒了许多谎，但这一句绝非虚言。你是我这2辈子见过最美
定会笑到最后，杀出一片，山河清明来。到那时，如果原谅了我，逢年过节就吃一顿小火锅吧，就当我去陪你了。张子，把这些贪官抓起来不就行了？干嘛要问斩呢？想要得到百姓的拥护，就要给他们希望。狗官丢命，恶有恶报，也是一种希望。那时的我，只当他说的夸张，却没想过，在这个世界的16年，他早已看清了生活的真相。牺牲一个人，换得其他人的生存，也是没办法的。你千万别忘了，他们是纸片人，所以我也会提醒自己，千万别投入太多情感。你是真把自己当成那个暴君了？朕本就是暴君，一枝独食。可那个说自己是暴君的人，说自己不在乎别人性命的人，却在用自己所剩无多的时间和生命，去保护那些和他毫无关系的纸片人。娘娘，别哭了。夏侯旦，已经直呼朕的名字了。先帝爆料，深感天命将至，特立遗诏传位于太子。但太子年幼，端往代其摄政。至于称呼嘛，不过就是个虚名，先帝随意选择，臣都可以。不如你换上女装，扮作太后如何？夏侯旦，哎呀，朕忘了，你怕他呀？你说什么？你从一开始就清楚知道是谁害了你母亲，是谁害了你，但你只能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把所有的怒火都撒到一个无辜之人身上。为什么呀？爱情。